你说今天真是见了稀奇了，什么事儿都让咱们亲小孩。尸首怎么不在呀？秋子，一会儿等人散了，继续看场，看仔细点啊。好。没那么简单。别往前了，快说！别再往前了，别往前了，往退，往退啊！你去哪儿了，耿大？别急，这是谁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？你带着我一起走吧，耿大。调戏别人老婆也就罢了，还挖人坟、偷人尸体，太欺负人了吧！欺人太太欺负人了吧！别吵了，不知道是找刘永说进去。站住！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！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！别急，别急！退后！新任东昌府捕头秦朗见过知府大人。退后！别往前了！不能打人！我们先退回去！住手！不要妨碍公务！别急了！光天化日，扰乱公堂，该当何罪？乡亲们，先了，跟他拼了！呀！别吵了！别动！老爷，这不会打出人命吧？有时候未必就不是办法。哦，秦捕头，不要动手。有手你打死我！啊，看着没？啊，照这儿打！来，今天你要……大人，您看他们像讲理的人吗？啊！别动，别往前！都给我住口！寻衅滋事，罪加一等。哎呦，还拔刀！来杀我！先杀我吧！啊！你要是不杀我，啊！盗尸乃是重罪，无干人等全部推下。回去吧，要不回去吧？那不行啊，事情还没解决呢。就是。好了好了，乡亲们，本府一定加紧断案，尽早给各位一个交代啊！散了吧，散了散了。几天啊？多久啊？3天，3天为限。3天，等3天吧。那就等着。等着呢。走吧，你骗我们啊！走吧，乡亲们，走吧，说，就是走，知府大人，在下刚刚冒领捕头一职，实属无奈，请大人恕罪。我不这么看，我觉得这不叫冒领，这叫请缨。本府还求之不得。你说实话，我是不是差人找过你？小人只怕不能担当此任。那谁能啊？你给我推荐推荐。可是咱们东昌府，你不行，谁行？没有，那没有就你。哎，子枫啊，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呢？昨夜我遇到危险，多亏秦大哥出手相救，我们两个也就这样认识了。昨晚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大人，是这样的，昨日您被一个怪人跟着，贺侍卫为了保护您，跟他打起来了。那怪人竟然放出毒蜂，将贺侍卫蛰伤。我正好赶到，帮了点忙。啊！昨晚还有这事儿呢？好悬啊！这人长什么模样啊？
黑袍、长发，还有白色的鬼脸。那你跟他们交手，可发现有什么异常啊？此人武功之怪，我也从未见过。啊，我也砍下了一只毒蜂，您看看。毒蜂的毒液可以让人产生幻觉，不过遇点水就好。刘大人，我觉得这件案子一定少不了秦大哥的鼎力相助。你也这么看子枫？正是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秦捕头，你知这是什么人吗？子枫是御前带刀侍卫，他的面子你不能不给吧？失敬，有礼。哎，还有那哥俩啊！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叫项武，你是叫葛春，对不对？好，哥俩如果愿意的话啊，也跟着秦捕头都来衙门当差，咱们一块儿共同报效朝廷啊！今儿啊，老爷，一会儿带他们回去，把官服跟佩刀领了，听见没有？是。行吧，那哥仨一块儿商量商量啊。子枫啊，咱们上坑里看看。好。大人，秦大哥，有劳了。哎，哥，我跟葛春真要当捕快了。怎么了？不乐意啊？乐意，我俩吃皇粮有啥不乐意的？啊？哎，哥，那你说我要给这盗尸案提供一个线索，算不算立一大功？什么线索？我呀，看见那个铁脚，领佩刀去。我走。大人，这现场已经都破坏了，到处都是村民的脚印。秦捕头啊，来，大人，来拉我一把。哎呀，教你的人，方圆半里之内，不得有人接近，大家散开，咱们勘察勘察啊。是。行了，大伙儿四散，仔细勘察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迹。仔细啊！是。好的，大人。哎，秦捕头，你甭老跟着我，你腿脚好，你上山上看看去啊。哎，小虎，快去！大人，说，我想问一下啊，就是在咱们这个衙门里头办案，这办一回给多少银子啊？给谁银子？给办案的。捕快办案都是公差。哦，那这个公差办一个重大的案子，就比如说刚刚这个盗尸案，那给多少银子啊？办案公差，明白吗？每个月拿俸禄的。
大人，脚印到这儿就没了。哎呦，没伤着吧，孟楠姑娘？我没事。真猛啊，你是！大人，你看这儿的脚印儿。我还有一事不明。我知道，你是想问，为什么只有一个脚印是吧？正是。是啊，他怎么就一个脚印呢？咱们想啊，开棺之后，尸首不在了。如果说是被人盗走了，至少俩人吧，地下应该相当散乱。现在就一个脚印，那就是一个人背着尸首。那他怎么会一只脚呢？对啊，而且还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。对呀，你看这脚印，力道相当之大。哎，秦捕头，咱这么说啊，可这东昌府有没有这么个人？说这人啊，右脚力量极大，平时还只用右脚，要么是个瘸子，有这么个人吗？在下不知。哦，秦捕头啊，我瞅你这意思，不像不知道啊，怎么像是知道不敢说呀？再有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刚才在坟地，你是不是看见这人了？不然的话，你不会一直握着这刀把子紧跟着我。我没猜错吧？回大人，此人名叫铁脚李，不过不是瘸子，因为他一直苦练右脚。苦练右脚？真有这么个人。行吧，带那个铁脚李到衙门见我。怎么了？大人，此人的后台势力很大，而且极其护短。那怎么着？那他杀人不偿命，欠账不还钱呐？您不害怕吗？我不怕，我都被贬成知府了，我还怕个屁呀！啊，秦捕头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们当捕头的有句话：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不怕江洋大盗，就怕地痞流氓。有道理。说了半天，这位后台这么硬，是何方神圣？东昌府首富徐武。徐五爷，本地的首富，为富不仁。他府上养了很多门客，个个武功高强。要真是他，我觉得今天这一出就是他们诚心的。甭说大人您了，换谁来都会给他一下马威。不过大人，我觉得您还是小心谨慎为好。谢谢两位，啊。但是，我觉着，谁犯王法，
谁害怕。走。各位大人。诸位大人请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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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。今日请诸位大人光临舍下，一来是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；这二来，兄弟我最近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，还求助于各位大人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说。嗨，徐五爷，太客气了。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，我们就办。您看，在座的这东昌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这儿，我就不相信没有办不了的事儿。嗯，您说是吧？对，对。好，既然大人这么说了，那徐某也就不瞒诸位大人了。前不久有个人拿着徐某故交的书信前来投奔，诸位大人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爱操心，操不完的闲心。于是啊，我就留他在府中做了一名门客。可是谁知此人生性卑劣，竟然背着我干下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徐五爷，您这位门客他干什么犯法的事儿了呀？他与人通奸，而且还杀了人家的丈夫。就这么点事儿啊？哈哈哈哈！我以为多大个事儿，不就杀个人吗？我手下那么些人，谁没杀过人呢？是吧？是。索伦图大人，您手下的弟兄杀人，那是效命于朝廷，可此人是伤人害命啊！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你就跟我们说，需要我们怎么办啊？把这小子保下来。若能如此，那真是太好了呀！毕竟他是徐某的故交之托呀。行了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！哎，对了，大哈苏，哎，索大人，现在这个东昌府，谁是知府啊？是刘墉刘大人。刘墉？哎，他不是在督察院当左都御史呢吗？怎么跑到东昌府当知府来了？他是被贬官至此。哦，这小子！索大人，如果此事难办，就不难办，不难办。这个刘墉啊，跟我是老相识了啊，是老相识。我一会儿就去找他，我不相信他不给我这面子。太好了！哎呀，索伦图大人，兄弟敬您一杯。哎，好嘞，好来，诸位大人，大人，好。什么？有人要害老爷？对，应该就是冲着刘大人来的。还好我让你跟着他，否则这多危险。没错，这次哥哥的决定还真是明智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再待在东昌府啊。可是现在刘大人已经在办案了，半途而废的话有损颜面吧？是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你别管了，我这就去找他。他要是不跟我回京城啊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大人，哎，秦捕头啊，你们这东昌府就不能有小点的案子？嗯，大人，卑职以为案无大小，如果大人实在为难，我倒是建议可以不了了之。好主意啊！可是秦捕头，本府已然在乡亲们面前把牛吹出去了，3天之内给人家破案，到时候不了了之，本府颜面何在呀？大人，家嫂知道我恢复原职，特地在宾满楼设下一杯薄酒，不知大人能否赏光啊？
谢谢你吧。本府有公务在身，不便前往，但是你可以去，你去没问题。谢大人，去吧。大人，您不觉得这秦捕头怪怪的吗？嗨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相信他，只是他目前呀还不完全相信我。溜溜，夫人，你明天就跟我回京城。哦，哎，恭喜秦捕头官复原职啊！恭喜恭喜啊！同喜同喜，请慢走啊，回见啊！五子啊，葛川，过来让我看看。姐，怎么样？可以呀，有那么点意思啊。姐，我都想给他退回去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当一捕快，一点油水没有，连顿好的都吃不上。瞧你那点出息，别抱怨了。姐在上面给你们摆了一桌，上去看看。那我们去了，姐。知府大人还没来，不准偷吃啊。知道知道，不许偷吃。知道了。秦大哥，嫂子，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，我以前就愿意看你穿官服。谢谢嫂子。哎，刘大人呢？刘大人今天公事繁忙，他有可能过不来，要不咱们自己吃？哦，那行，咱自己热闹热闹。哎，好嘞，走。哎，哟，大人来了，大人这楼上都准备好了，快上去吧。我不是来吃酒的，借贵宝地躲一下啊。秦捕头，夫人。哎，不是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夫人，您消消气，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夫人，您这是找谁啊？你们见到知府大人了吗？没见着。子枫，给我搜。喜儿，去把老爷找出来。哥哥，人家做生意呢，不合适吧？什么合适不合适啊？我让你搜你就搜。夫人，您是怎么了？生了这么大气呢？你谁呀？哦，我是这家酒楼的老板娘。你放心，今天所有的损失我赔。啊，那行，那您看这样，我现在把客人啊都请出去，然后咱们把门关上。您要是还不消气的话，就算把我这小店砸了，那我也认了。您看成吗？这夫人站着说话半天了，秦大哥，给夫人倒杯水。哎，夫人，您这边请，咱们休息一会儿。请，来，夫人。夫人请。请。夫人，您喝点水，消消气儿。夫人，您说，这刘大人毕竟是我们的父母官，您今天来这儿找他，弄了这么大的阵仗，您说让其他百姓看见了，心里该怎么想啊？这刘大人日后该如何为官呀？您说是吧？坐下说。你说我管自己的男人有错吗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置身于危险当中吧？是，夫人，您说的对，这男人就得管，不管不行。但是夫人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这个东昌府啊，之前历任的知府，一任比一任差劲。但是刘大人来了之后呢，确实为我们百姓做了不少的实事儿，我们还指着刘大人为我们做主呢。所以夫人，您就看在百姓的面上，给刘大人留个面子。对，我替你上菜。来，去。夫人，知府大人，光顾跟我生气了。
连午饭都没吃，刚出锅的土豆丝儿，夫人请用。你还知道出来呀？我告诉你，刘墉，以后啊，你跑到哪儿我都跟着你。是夫人。哎，秦捕头啊，好像我听你说，今天你备得薄酒，要为你庆祝官复原职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可否请夫人，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啊？好，来，夫人，请。小人端上这土豆丝儿，来，乖着。哎，好嘞，老爷。咱们说说这案子啊，总共呢俩案子，4个人，是吧？咱们先说说这关键人物黄爱玉。这黄爱玉呀，勾引奸夫、谋害亲夫，这个事儿基本上是定的，而且这是本府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说的，是吧？至于说奸夫是谁，咱们先撂一边不提，啊，咱们说这盗尸案。那么根据上午地下留下的脚印，还有秦捕头提供的线索，基本上这人咱们锁定铁角里。我查了一下，铁角里这个人呢，生性残暴，贪财好色，而且基本确定他盗走了耿大的尸体，这些都是确定的。啊，老爷，老爷，怎么了？老爷，索伦图前来拜访。他到我东昌府来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大人，此二人私交甚密，每次索伦图巡视东昌营，都会与徐武私下碰面。哎呦，索大人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啊，索大人在这儿呢。呵，你瞧我这脑子，哎呦，索大人，您海涵。你说相识这么多年，你说这个什么眼神啊你？什么老相识？咱哪儿见过呀？不是，刘墉啊，哎，这么些年我没得罪过你吧？不是，您怎么说话，索大人？您得罪我也不敢跟您失礼啊，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您提个醒，提个醒。告辞。哎，别！哎，索大人，你瞧您这人，这不是跟您斗呢吗？你这不识斗哦，您不识斗，这人不识斗。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没正形呢？你不打不闹不热闹吧？开玩笑。来，里边请。索大人还在泰安当知府呢，是吧？来，哎，不是，你到底认不认识我呀？认识啊，泰安知府索伦图索大人嘛，谁不知道啊？好，刘墉啊，好一个泰安知府索大人啊！我看咱们俩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啊！有必要吗？哟，闪！闪开！卑职东昌知府刘墉拜见总兵大人。刘墉啊，我以为你现在狂的连字儿都不认识了。总兵大人说笑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多谢总兵大人。刘墉啊，哎，你了解我这个人啊？哎，我这说话办事不会绕弯子，直来直去的。我这次到你这儿来，我是到你这求个人情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面子啊？总兵大人就没这个话，您有什么吩咐您说。
我想管你要个人。谁呀？草民徐武拜见知府大人。你呀？啊不，你瞎寻摸什么呀？总兵大人在这儿呢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关于黄爱玉与人通奸、谋害亲夫一案，草民知道真凶是谁。你知道谁呀？是草民府上一个门客。哦，那你把他领来吧。知府大人，这个门客是草民的故友之托，所以还望大人网开一面。哦，明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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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总兵大人，您说您要那人就是他那门客是吧？明知故问。嗨，我当多大点事儿呢？哎呦，可以，没得说。妥了，那我就多谢刘大人了。哎呦，不客气，总兵大人。这么着，你呀，把你那人叫来，等我审完了，我就把这人交给总兵大人。对啊，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说话不算话啊！索大人，我这人说话永远吐痛砸坑，绝无戏言。凡事他不有个流程吗？说话当真，绝无虚言呐。左大人，去年在京城朝堂上那事儿，不就那事儿，我食言没有？没，你看，你不说你不认识我吗？你看，左大人呢，当着这么些人，我这都知府，这不是面上无光吗？你这个，你混的，你这个。行了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好，哎，放心，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。哎，行，好说，明白。媳妇儿，带茶，快，二堂带茶，走，来。大人，这些银子徐武送的呀，那您就收了。不要白不要啊。不是，可是这没什么可是啊。本府初到东昌，什么都没带，除了一口破锅，连点家当都没有。这不是正好钱来了吗？咱也办点家当，是吧？那个黄爱玉的案子还查吗？没说不查呀。那铁桥里的盗尸案呢？查呀，都得查呀。大人，之前卑职建议您此案不了了之，实属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还请大人原谅。秦捕头，怎么了？你以为我逗着你玩呢？那这徐武送的银子您还真收啊？那怎么着？我还给他送回去是怎么着？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处理这批赃银呢？不跟你说了吗？置办点家当。你们那想什么呢？你们真以为本府是个赃官啊？我要是个赃官，我能被贬到这东昌府来？我说置办点家当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，我是说给衙门置办点家当。木南姑娘，你看那天你晚上偷偷上尸房去检查胡江的尸体，那么容易就进去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咱们缺人手。啊，还真是。那天万一丢一具重要的尸体，咱不就抓瞎了吗？还有啊，我看了看这个东昌府的卷宗，赊欠甚多。当然，这是上任知府留下的，我可以不认。可是仔细一看，除了是本地的商人，就是普通老百姓。你这钱你老欠着人家，人家人心不安呐。啊！大人所言极是。行了，咱们这么着啊，专款专用，定期的咱们做公开明示，这行了吧？收起来吧。哎，财去人安乐，老爷呀，准备好好睡一觉了啊。大人，
那还接着分析案情吗？甭分析了，还分析什么呀？徐武现在正忙着给咱抓人呢。孙天豹，你他娘的什么意思？听说你淫人妻子，杀人夫君，这一大早还跑去坟地盗取被你杀害人的尸体。我看你这本事可真是不小啊！你他娘的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？再说，就算是我干的，咱们同为徐五爷府上的门客，你有什么权利抓我？那我有没有权利抓你呢？徐五爷，别讲理！别以为你干的那些龌龊事我不知道，这里可是东昌府。徐五爷，这住口！有你说话的时候。文天豹，兄弟们，给我招呼招呼他！秦捕头，你用这个看得清楚。你拔出来，拔出来，抽出来。太小了，不是你拿反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哎呀，我后悔了。哎呀，想不到徐五爷的府上还真有不少高手啊，让人大开眼界喽。哎呀，大人见笑，这不过都是爷三脚猫的功夫。哎，徐五爷谦虚了，就这些个高手，随便拎一个放在我的军营里，那都是难逢敌手啊。哦，如果大人需要，随时开口。那倒不必。你现在买卖做大了，手底下有几个高手也是一种保护嘛。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呀？啊？哪里？
你的招我太熟悉了。好了，先把他关入柴房，等他醒了，我再亲自带他去衙门治罪。